第17课：气候变迁与信仰的责任。那天晚上，李翔站在自家阳台上，看着对面山坡着火。他家住在加州，这样的野火早就不是新闻，但这次不一样，火势吞噬得太快，烟雾飘得太远，救火队员脸上的疲惫与绝望，透过新闻镜头都遮不住。他突然想到前几年在教会听过的一句话：世界终将毁灭，但我们的盼望在天上。他当时点头如捣蒜，现在却愣住了。这句话难道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了？可是这片他曾经奔跑的山林，这些他从小长大的树正在死去，那是他记忆中的一部分，是神所造的美好。真的要放手让它消失？还有更大的问题扑面而来。如果我相信有神，那么我对这个世界该不该有责任？一场全球热浪的福音危机。2023年，地球经历史上最热的一年，不只是极地冰融，野火四起，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高温和干旱，海平面上升，珊瑚白化，农作失收。这不再只是环保人士的议题，而是每个人的现实。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有些人说这是自然周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也有人说这都是人的贪婪造成的，我们必须行动。那基督徒呢？应该说这世界本来就会过去，我们的盼望在天上？还是说神造这世界，他托付我们治理，不能置身事外？这两种态度背后其实是两种对信仰的理解，而他们将决定我们在气候变迁中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。起初神造了好的世界，不是将就的世界。创世纪第1章一句话重复了7次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注意，不是还可以，不是将就用，而是甚好。在希伯来文中，这是一种极致的赞叹。这段经文从未被设计为童话故事，而是宣告一个宇宙观的基础。神是创造者，而人是受托的管理者。当神造人时，他赋予亚当与夏娃一项职责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创世纪1章28节，这个治理不是压榨与掠夺，而是代表神的良善统治，像园丁一样培育、保护、管理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不是地球的观光客，而是神的合伙人。罪进入世界，破坏的不止关系，还包括生态。当人背离神，吃了禁果，我们常以为那只是灵性堕落，但圣经记载的是更全面的后果。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创世纪3章17节。罪不只是断裂了人与神的关系，也使大自然与人之间出现张力。今天我们看到极端气候、环境污染、物种灭绝，这不只是科学问题，也是神学问题。当我们滥用权力，违背神的托付，整个创造都在呻吟。保罗在罗马书甚至说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罗马书8章19到22节。受造界在等什么？等我们神的儿女起来回应呼召，履行治理的责任。末世论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。有些基督徒这样说，地球迟早要毁灭，耶稣快来了。
环保有什么意义？这种论调听起来像在讲信心，其实很危险，因为它掩盖了对现实的忽略。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会重生得救，却对地上生活的责任完全放弃。但耶稣说什么？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，盐不只是象征道德，而是保护延续生命。光不只是照亮未来，更是照亮现在。我们若将信仰只限于灵魂得救，却对环境破坏、对苦难者的呼救置若罔闻，那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成了一半的福音。科学与信仰可以一起救地球。不少基督徒对科学仍抱持戒心，认为那是不信神的人的领域。但事实是，许多气候行动的主力其实是有信仰背景的人。Catherine Hayhoe 气候科学家，同时是福音派基督徒。他说，我保护地球不是因为我是环保人士，而是因为我是基督徒。而历史上许多对社会带来正面改变的运动，反奴隶制、反贫穷、公共卫生建设，都是从信仰出发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对环境做出一样的回应？回到伊甸园的想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启示录中那新天新地的描述，不是一个漂浮云端的世界，而是具体的有河有树有果子的城。在城内街道当中，一道生命河的水，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再没有咒诅。启示录22章1到3节。那不是逃避地球的图像，而是恢复创造的画面。神不只是救灵魂，他要恢复全地。他的救赎不只是让我们得永生，更是使我们恢复原来的身份，那位在园中与神同行、与自然共生的治理者。结语：福音不只是关于去哪里，也关于活得怎样。气候变迁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，也是对信仰的试炼。我们会像当初的亚当夏娃一样逃避责任，还是会像耶稣一样走入破碎之地，带来新生与盼望？你不需要成为科学家，也不必成为环保专家，你只需要承认，这片土地不是你的产权，而是神的产业。而他邀请你，不只是相信他，也一起治理这片他称为圣好的世界。或许我们的信仰见证将不只是口中传讲的福音，而是我们如何爱护他所造的每一片土地、每一滴水、每一口空气。这不只是环保，这是敬拜。